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号下午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他还宣布，中方将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各方参加论坛活动。习近平重要讲话引发与会各国热烈反响。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习近平说，近年来上合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既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信念鞭策着人们勇敢面对未知的前途。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为此，他提出5点建议：第一，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习近平强调，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共同安全。习近平指出，要提升本组织安全合作水平，持续开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东突等3股势力、毒品走私、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第三，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习近平还特别建议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本组织开发银行。习近平表示，我们要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这篇讲话呢，高屋建瓴，不仅总结了上合组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取得的进展和经验，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分析了当前上合组织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上合组织未来应该发展的重点的方向和领域。我想指明了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我想对上合组织未来下一步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海合作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为辽阔的地区合作组织。成员国人口总数接近全球总人口1半，面积之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2021年的 GDP 总和超过23万亿美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外，上合组织越来越关注发展问题。中方一直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问题，真正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搞好发展和民生，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全球发展倡议中。习近平主席在其讲话中呢，也提出来呢，我们上合组织将要提出建议，就是上合组织的在上合组织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呢，要进一步的要同我们成员国的各国的它的战略和我们地区的倡议要更加的紧密的进行对接合作。我想下一步呢，我们上合组织我们成员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此次峰会是印度自2017年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以来首次主办该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除中国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上合成员国的元首参会。蒙古国、土库曼斯坦等国也受邀作为观察员国、会议主办国客人等身份出席峰会。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上合朋友圈也不断扩大。本次峰会的一大看点是宣布伊朗成为正式成员，这是上合组织时隔6年再次扩员，也是该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的第2次扩员。
伊朗外交部6月30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当日在与上合组织秘书长通话时表示，对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有信心，伊朗将为上合组织提供新的和不断增强的潜力。مهمترین اهمیتش این هست که وجود شانگهای و تقویت شانگهای کمک میکنه به تحقق چند جانبه گرایی در جهان و دوری از یک جانبه گرایی。阿卜杜拉·希扬感谢中国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实际上，在上合组织形成观察员国机制的第2年，也就是2005年，伊朗成为观察员国。16年后的2021年，上合组织启动接纳伊朗为正式成员国的程序，外界对此也高度关注。分析指出，随着伊朗的转正，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的范围首次扩展到中东地区。实际上，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中东的联系都十分密切，在经贸、能源、发展和反恐等多个领域具有共同话题。随着上合朋友圈的扩大，上合的网络将更加多元化，有利在更多的领域形成共识，尤其是能源合作方面的前景十分广阔。除了伊朗，白俄罗斯也距离加入上合更进一步。白俄罗斯外长阿列伊尼克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加入上合组织是白俄罗斯2023年的首要任务。印度驻必报称，南亚和中东地区多个国家都十分关注上合组织，成功扩容将进一步展现上合组织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俄常驻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斯杰普金纳指出，西方集团正失去主导国际组织的垄断权力，更加公正和多极化世界秩序正在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邓浩向深圳卫视表示，上合朋友圈的不断扩大的深层原因是理念受到认可，各国都有应对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的压力。上合组织奉行的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开放原则，与部分西方国家的小圈子有着本质区别。我们上合组织呢，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我们就是本着这么一种原则，本着一种协商一致的原则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分歧。所以我说呢，未来呢，上合组织呢还继续会高举团结合作的大旗。只有团结合作，上合组织才能发展的走得更好，走得更远。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建议上合国家扩大本组织国家本币结算份额。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中国在此领域与上合其他大国开展的本币结算合作，近期已取得重要进展。在上合峰会举办前，印度方面向国际社会发布重大消息。路透社3号以独家报道形式重磅披露，印度石油公司自今年6月开始已经使用人民币购买俄罗斯石油。报道还引述多个消息源披露，印度3家私人炼油厂中的至少2家也在用人民币支付部分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路透社指出，长期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主要的原油交易货币，但俄罗斯因俄乌冲突招致西方多国制裁，令俄罗斯被排除在美元和欧元的金融网络之外。而与此同时，俄印之间的石油贸易飙涨，使用一种安全的货币进行付款成为俄印石油贸易的重要考量。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买家。据印度经济时报7月2号报道，印俄6月的原油交易量创历史新高，达到每日220万桶，连续10个月上升。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量再次超过沙特和伊拉克的总和。知名公众号牛弹琴分析指出，俄印用人民币进行石油贸易显然具有特殊示范效应。首先，凸显去美元化已经成为潮流；其次，也预示着人民币正迈出关键一步。实际上，继印度之后，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也使用人民币购买俄罗斯石油。此外，阿根廷也允许该国公民和公司在银行直接存取人民币，并使用人民币归还外债。背后的逻辑是，外界高度信赖稳健而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独立自主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德国之声电台指出，俄印石油贸易毫无疑问削弱了美元的主导地位，因为这项贸易十分庞大。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安指出，美元的力量很强大，但美国政府将美元武器化，正在侵蚀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而且无法达到其目的。
对于本次上合峰会，外界尤其是西方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格纳事件后首次亮相国际多边峰会。普京在视频讲话中强调，面对来自西方国家前所未有的威胁以及国内出现的军事叛乱，俄罗斯人民团结应对。印度总理莫迪在峰会上发表讲话称，上合组织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平台，非常高兴伊朗作为新成员加入上合组织，也欢迎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的愿望，正在完成所有的必要程序。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会上发言，来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国际合作，同时来解决地区和国际问题。我们认为，所有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因此上合组织也在推动建立一个平等正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于国际法和公认的国家主权，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威胁和挑战，这些都对俄罗斯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也威胁到俄罗斯人民的安全。现在针对俄罗斯发起了一个混合战，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也发起了前所未有规模宏大的制裁。我们将会来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我们也展现出了对军事叛乱的团结。虽然主办国印度决定以视频形式召开本次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会议，但普京的视频出席仍受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在内的美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还进行了现场直播。It will be his first appearance on the global stage since the Wagner rebellion stunned Russia just over a week ago. Experts believe the Russian president will use the forum to project an image of power and reassure Moscow's partners that he remains firmly in control. 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参会之前几天的6月30号，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对2022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强调应当继续逐步落实各领域的重大合作项目。克里姆林宫引述莫迪的话说，印度政府支持俄方领导层在处理瓦格纳叛变方面采取的果断行动。印度方面透露，在讨论乌克兰局势时，莫迪重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问题。除了讨论瓦格纳事件，莫迪还向普京介绍他最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俄罗斯呢，现在可以说是面临美西方的这种极限的施压，这个应该说是面临巨大的考验。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这个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我们希望呢，俄罗斯在今后的上合组织合作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本次上合组织峰会。实际上，今年5月，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在印度果阿邦举行，巴基斯坦派出该国外长比拉瓦尔出席，成为12年来首次访问印度的巴外长。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上合组织作为欧亚大陆重要的多边组织，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随着上合组织的扩员，上合组织的稳定意味着和平与安全的巨型岛屿不断的扩大。本次会议，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国。习近平主席指出，本次会议彰显了上合大家庭的生机与活力。上合组织为成员国提供了战略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对话消弭分歧。上合组织最初是各个创始成员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平台，打击三股势力，维护边界的稳定。事实上，为各国构建了稳定和平的边境安全体系。即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增长，维护边界地区的稳定依然是上合组织的初心所在。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贯穿其中的是3大倡议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理念，提出了新的目标。安全和发展是不可分离的。
欧亚大陆的安全需要发展作为支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年了，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上合组织中不少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通过推进互联互通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振兴不仅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纽带，也成为各国合作的目标。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反对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努力把互利合作的蛋糕做大，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可以说呢，发展成为上合组织系统升级的重要的催化剂，也是上合组织新的使命。在瓦格纳事件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上合峰会视频会议，您又怎么看呢？在瓦格纳事件之后，普京的行程和表态备受关注。上合峰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多边会议场合，即便是在线上举办，普京的亮相也是受到不少的关注。普京的亮相以及发言，至少从形式上展示了他在瓦格纳事件之后地位依然稳固。俄罗斯还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影响和行动能力的国家。俄乌冲突之后，上合组织成为俄罗斯非常重视甚至依靠的国际组织。俄罗斯所处的诸多的国际组织中，上合组织应该是让俄罗斯不会感到寒意的平台。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普京无论从理性计算还是情感上都会出席上合峰会，尤其是在瓦格纳事件之后呢，也需要与上合组织中的一些成员进行沟通，就一些情况进行通报。普京总统在演讲中提到了俄乌冲突，并且认为是俄罗斯面临的一场混合战争。对于瓦格纳事件，普京感谢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普京总统提到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也以呼吁俄哈合作作为演讲的结语。线上会议意味着很多场边会就难以进行，对普京总统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去年在撒马尔罕，普京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会面，而这次印度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够看到，印度和俄罗斯关系俨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好，谢谢孙兴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3号，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对镓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将自今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镓锗2种材料在新能源和先进武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中方对美国拉一些盟友对中国进行所谓小院高墙科技围堵的反制。那么，这样的工具在中国的反制工具篮子里还有很多。经国务院批准，出口经营者如未经许可出口、超出许可范围出口或有其他违法情形的，将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镓锗在8种稀散金属元素之列，储存量相对稀少，地域分布高度不均，成矿难度很大，但对于高科技和未来能源发展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中国企业的相关产品供应在全球占绝对优势地位。镓是一种银白色的稀有金属，主要与铝、锌等矿物伴生，提取难度较大。2022年，全球镓产量约300吨，中国企业贡献了其中290吨。在储量上，中国的储量最多达到19万吨，占全球已探明总量的68%。相比之下，美国的镓矿储量不及中国的1/40，仅有4500吨。多个国家和地区将镓列为战略性储备矿产，包括中国、欧盟、美国、日本等。镓有电子工业脊梁之称，也有人称其为半导体工业新粮食，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行业和太阳能电池行业。随着芯片市场与新能源市场的猛增，镓系相关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其中氮化镓是最具代表性的第3代半导体材料之一，还有氮化镓的元器件成为5G 基站、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基建建设中的核心部件。可以说，没有镓，人类就无法如期推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绿色能源方案。
此外，我们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充电速度越来越快，其中的黑科技就是氮化镓材料的应用。在尖端军工领域，镓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航空周刊网站曾报道，氮化镓在战机雷达的应用上蓄势待发。美国、法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瑞典和英国的新型战斗机雷达设计方案中，氮化镓都是不可缺少的新材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透露，正在进行的美军 F-35隐形战斗机升级工程，主要项目之一就是换装氮化镓 TR 制造的 AN/APG-85 相控阵雷达。美国空军提交的2023年度预算案中，首次提出以9.21亿美元额外购买7架装有 AN/APG-85 相控阵雷达的 Block 4版本 F-35A 隐形战斗机。相比此前没有使用氮化镓材料的 AN/APG-81 雷达，新款 F-35的功率密度提升了10倍以上，并有助战机自身重量的减轻。使用了氮化镓的雷达也广泛搭载在美国最新型号的驱逐舰和核动力航母上。正是由于镓如此重要，今年欧洲芯片制造商英飞凌就官宣以8.3亿美元现金收购一家氮化镓企业，并斥资20亿欧元扩大产能。该公司预测，到2027年，氮化镓芯片市场将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而锗的应用比镓更为广泛，它支持了半导体、航空航天测控、核物理探测、光纤通讯、红外光学、太阳能电池、化学催化剂、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产品升级。数据显示，中国供给了世界71%的锗产品，是全球最大的锗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把它作为一个战略重要的这么一个金属来管制呢，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是对于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金属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保护和管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国家对于本国的自然资源负责任的去开采利用和进行全球贸易的这么一种体现。中方对镓和锗实施出口管制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认为这是对美国等国对华进行科技围堵的反制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政府近期在美国的压力下，正式宣布了限制某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新规，要求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公司在出口之前需获得许可证。外界认为，荷兰政府是在配合美国实施对华芯片制造技术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还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商务部可能最快在下月初采取行动，禁止英伟达和其他芯片制造商在事先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中国客户出口芯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标题中指出，中方此时限制2种用于芯片制作的核心原料出口，是为了反击当前的芯片战。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也称，中国对芯片制造金属实施出口限制，是在向美国和欧洲发出科技战警告。These export controls that China has announced, the Commerce Ministry announced, will start being put into place from August 1st. So anybody in China who's selling it abroad will have to apply for an export license. Good luck there. Because again, this is looks like it's a political retaliation. Looks like. 在4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了有关问题。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始终执行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政府依法对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财长耶伦刚刚宣布即将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中美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不断升级的竞争态势，也将成为耶伦的中国行中重点谈及的问题。外界注意到，就在即将启程之际，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会见了美财长耶伦。实际上，对于关键矿产资源的管制始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不仅禁止出口，还以国安为由禁止开采其境内的稀有金属矿产。美国是锗矿的最大储藏国，但美国禁止开采这种战略性矿产。分析认为，关键矿产资源因为扼守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咽喉，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方实施出口管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举措。
实际上，美国深知稀有金属产供链的脆弱性。以 F-35战斗机为例，制造一架 F-35战斗机需要400公斤稀土、600公斤钛和300公斤的锑。美国国防部曾将一大批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清单，但去年9月 ，F-35隐身战机被曝在其油泵中使用了含有中国产稀有金属磁铁，而被美国国防部暂停接收。但由于这个元器件实在无法摆脱中国供应链，美国国防部之后又改口称不涉及国家安全，而对中国企业的产品予以豁免。美国在禁止向中国出口一系列产品的同时，其实也就断绝了它从中国获得后续的升级的资金啊，包括市场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来源的可能性。而这个对于美国的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同样是会带来这种根本性的损害与影响的。好，下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声明，从8月1号起，将对加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限制，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那您能分析是为什么吗？主持人好。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呢，人们就在讨论，中国要是限制稀土出口，将会发生什么？时隔5年以后呢，中国开始限制出口的不是稀土，而是比稀土还要稀罕的钾、锗以及相关物项。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宣布要对钾、锗及相关物项限制出口。那么钾、锗以及相关物项为什么重要呢？一是战略物资，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这些物项与半导体密切相关。海外媒体认为中国限制出口这2种稀有金属及相关物项，从根本上制约了高端芯片的制造，是对美国、荷兰、日本等国限制对华芯片及技术出口的对等反制。你对中国限制出口高端芯片及相关技术，中国呢则对你限制出口稀有金属，你有技术但是没有材料，一样呢是造不出芯片的。中国呢还要求申请出口的公司必须说明出口的最终接受方和使用目标，这就保证了钾、锗及相关物项不会走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领域，比如说呢武器制造等领域。现在美西方还在忐忑，中国会不会在稀土上也要设限？我们知道呢，稀土是17种稀有金属的总称，有现代工业维生素之称。中国限制出口加锗稀有金属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世界各地是如何反应的呢？最突出的表现是，从中国进口钾、锗及相关物项的各国企业，主要呢是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在快速的加大订单，期望先通点货再说。或者呢是加快提交申请，尽可能得到中国的出口许可。用路透社的话说，就是相关企业在跑步申请。中国钾、锗生产商的股价呢，今天也飙升了10%。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严控稀有金属出口，日本高度紧张。报道说呢，中国的钾、锗很大部分呢是出口日本的。日本产经大臣说，将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采取对应的措施。前不久日本加强了对6大类23种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针对的呢就是中国。韩国政府呢今天与半导体及显示器行业紧急召开会议，就中国宣布对半导体材料的钾、锗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讨论应对方案。韩联社的报道说中方出口限制短期内呢对供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为了避免半导体等主要产业生产受到拖累，韩国政府呢将提升应对能力，加大储备，挖掘替代进口来源地。美国和欧盟呢尚未回应，大概是因为时差的原因。但是美国智库说美国在这2个稀有金属上高度依赖中国，但是中国的出口限制可能呢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国产生致命一击。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会面后，该机构在官网发布报告，指日本核污水排海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为日本往太平洋倾倒132万核污染水开绿灯。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这份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不能成为日方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若日方一意孤行，必须为此承担一切后果。7月4号下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戈罗西在日本首相官邸向岸田文雄提交了该机构关于福岛核污水排放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声称，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认为，日方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储存的经过处理的核污水排入大海的方案，总体符合该机构设定的国际安全标准，对人类和环境的放射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天开始将130万吨核污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背书。另据日媒报道，戈罗西将于本周内访问韩国，以安抚韩方情绪，但不清楚戈罗西是否将前往中国。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给日方背书的做法，中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4号第一时间回应说，这份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中方对机构仓促出台报告表示遗憾。机构是应日方邀请开展有关评估审查，授权范围被限定于评估排海方案。报告不是日方排海的通行证，不能证明排海是处置核污染水唯一的、最安全的和最可靠的选项。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本着对全人类和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并接受严格的国际监督。中方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因授权所限，没有审查日方排海方案的正当合法性，没有评估日方净化装置的长期有效性，没有确证日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相关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和片面性。日方出于经济成本考虑，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和反对，执意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将太平洋当作下水道。无论报告内容如何，都无法改变日方未来30年将上百万吨的福岛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日方的净化装置能否保持长期有效？国际社会能否及时掌握超标排放的情况？放射性核素长期积累和富集会给海洋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都没有给出答案。4号，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就福岛核污染水问题召开专题记者会。吴江浩指出，从职能授权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促进安全、可靠、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国际机构，并非评估核污染水对海洋环境和生物健康长远影响的核试机构，并且日方从一开始就限制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授权，不接受评估其他处置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机构证明不了日方排海的正当性、合法性。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1972年伦敦氢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构筑物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背景下，机构的报告根本无法免除日方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韩国舆论曝光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公正性的质疑。韩国一家媒体上月曾2度爆料称，日本外务省某官员与疑似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嗣的3页对话记录显示，日本原子能机构人员水野崇代号为 F 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与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了多次秘密沟通。日本政府承诺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100万欧元以上的政治现金。作为回报，日本政府在上月15号通过非法渠道提前拿到了原子能机构报告书的最终草稿，并进行大幅修改，使其符合日方构想，再将由日本政府定稿的报告书用来说服机构专家们批准核污染水排海。日本人在为了让大家接受这个方案中间花一些钱，反而在它的总成本里面被认为是比较低的。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这份报告，因为这类的报告在出台的时候，通常会有这个非常先入为主的这种观点，而在这种观点之下呢，我觉得就是日本人是不是直接出钱买了一个修改后的报告的结果，这个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这个日本在各个方面上下打点来看，日本是非常希望得出一个就是说对他有利
主要来说就是说认可或者说是为它现有的这个排放核废水的计划进行背书的这么一个方案的。从这件事情来说呢，这个你得说是整个日本的这个国家机器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福岛核污染水有130万吨，十分巨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直接排放核污染水的先例。而且，虽然日方宣称排放前已经经过了稀释等处理，但科学证实，即便是经过所谓净化的核污染水，也无法去除放射性物质氚。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物理学者史奇克马曾表示，氚水很有可能损害细胞中的 DNA。德国海洋研究机构研究表明，大气循环还有可能将核污染水蒸发到云层，再化作雨水洒遍地球每个角落，潜在的危害难以估量。而日本排污地点位置所处的特殊性，决定了福岛核污染水扩散速度会比较快，波及的范围也会比较广。实际上，日本近海的鱼类深受其害。今年5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内捕获的海鱼许氏平游体内放射性元素超标，放射性元素铯的含量达到每千克18000贝克勒尔，超过日本食品卫生法所规定的标准值180倍。而在2019年捕获的石斑鱼身上也存在辐射超标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韩国的态度，一方面，韩国超80%民众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韩国政府和执政党国民力量也表示，即使国际原子能机构验证了福岛核污染水的安全性，韩方也不会为福岛水产品进口禁令设置期限，将持续实施至民众放心为止。但另一方面，韩国总理韩德洙上月发表日本福岛核污染水能喝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총리께서도 이 후쿠시마 오염 처리수를 마셔도 좋다고 생각합니까? 완전히 과학적으로 처리가 된 거라면은 우리의 그 기준 WHO의 응용의 기준은 10,100베크렐입니다. 그러니까 그 기준에 그 안전이 검증되면 마시겠어요? 저는 완전 기준에 맞다면 저는 마실 수 있습니다. 마실 수 있어요? 네. 그 우리가 한번 공수를 해볼까요? 네, 그렇게 하시죠.